下雨了，一出来下雨了，很大暴雨啊！这个天，我们要去坐地铁。你怎么也跑了？你怎么也跑了？跑这么快干什么？腿长走得快，没有跑。你还没有跑？哪有跑啊我刚都拍到了，你哪里没跑？我是快走。参加奥运会吧你？你跑这么快干嘛呢？我没跑啊，我在走啊，我腿也长。我刚刚也拍到了。我腿也很长。你跑就算了吧。为什么我就算了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离线玩家 online 的户外体验视频。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是 OPPO Find X8S， 以及呢，vivo X200 Pro Mini。这两台手机都是5000的电池以及 1.5K 的屏幕。我这款处理器要稍微差一点，它是天玑9.4加，我是天玑9.4。为什么是这两台，并且不带小米15玩呢？是因为之前的你不喜欢小米，并没有，是你因为就是米黑之前的视频X200 Pro Mini 啊，表现比小米15好，我们觉得这一期就没有必要再拿它来做一期视频了。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没必要再用小米15了？等到1+13T 发布之后，我们到时候再带它一起玩，好吧？另外呢，由于这台 Find X8S 它这个黑色啊，它的壳也是个黑色的，我们就给这个mini 也配了一个黑色的壳，然后相关的设置及流程呢，我们会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测试吧，还是一样的，先开始打2把王者荣耀。最后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关注。我们两台手机都可以拆120帧加超高分辨率加 HDR 的画面总质量啊，表现的都非常好啊。那么是谁不可以呢？那么是谁不可以呢？是你最喜欢的 iPhone 不可以啊？你最喜欢 iPhone 是吧？对啊。我们刚进游戏啊，这个左边的 X8S 啊，它是要亮一点的啊。你这个X200 Pro Mini 刚刚还比它亮一点，为什么现在就不亮了呢？又偷亮度啊？没有，正暗了是吧？不是，是角度的原因。我只不过这样玩的话，对着太阳它会亮一点。你看，它已经拉满了，对不对？另外，我这台X200 Pro Mini 它的电池效率是99%啊。到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来是X200 Pro Mini 会稍微亮一点啊。你已经拉满了吗？亮度是拉满的。看一下你这边X8没有拉满啊，不需要拉满，我觉得足够了。那你比它暗呀，你怎么就足够了？暗一点点，又不是看不清。啊，行。我们两台手机正常都是开6折音量啊，但是他们俩可能是机身太小，扬声器不怎么样，就感觉听得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现在开的是8折的音量。那8折怎么样呢？8折感觉还是没有之前的6折大，勉强能听到智能声音吧。现在是5v5的均衡模式，打了10分多，不到11分钟，X8S 锁90帧了。mini 120没有任何问题啊。上一期就有人说你不给我看你的手机，说我们包庇，你怎么说啊？哎呀，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啊？没问题，有什么好看的呀？不是浪费大家时间吗？第一把王者荣耀5v5我们打了16分钟啊 ，mini 呢是没有任何的问题。OPPO 在10分钟锁到了90帧，之后就一直都是90帧了。然后你中间不是说有点烫吗？我摸一下看。就中间刚锁帧的时候它有点烫，但最后好像就没什么温度了。还好，肯定没有我最后还好。啊，你这个要稍微烫一点。因为我全程打了120帧，但是没有到握不住，还可以。而且其实我的亮度也会比 OPPO 要高的。说一下今天的温度啊，现在是29度，今天最高气温应该是到32度了。只不过我们现在坐的地方没有什么太阳，而且有风啊，所以还好。第二把王者荣耀5v5呢，我们两台手机都只打台电竞模式啊。下面就是什么帧率啊、画质啊、分辨率啊，我们先都不开，先看看电竞模式能不能稳住。今天不是正好 vivo 要发新品了吗？感觉可能要换了呀。你要换X200S啊？对呀。你不是正好还有那个 AirPods 4吗？正好可以一键适配是吧？你别提了，那耳机买的是假货。啊？你上当了，受骗了。被英啄了呀！你怎么发现它是假的呀？就说本来想卖那个耳机，然后给了一个市场的一个朋友，他就说无论是音质还是外观都很假。但主要是我在官网查了它的序列号也没什么问题，而且它连 vivo 手机上面也会显示那个 AirPods 的。那你没去找那个卖家吗？卖家号都注销了。金牌中路，这把太 C 了，不到10几分钟，你这把120帧就 C 了是吧？两台手机的网络和帧率都没有什么问题。哦，你这个比它上一把要烫一点。尤其摄像头这里吧，好烫啊！你的比它要稍好一点点吧。现在 OPPO 还有92的电。vivo 也是92。赶紧来一轮信号测试吧。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亮度呢是左边的有小横条的X8S 比较高一点啊，X200 Pro Mini 这个亮度就下来了啊，它没有小横条。好，我们来点击一下发送，点，看一下，耶。哇 ，OPPO 好快 ，OPPO 是快一点啊，导出它应该会先发吧？啊，它先发一点，两台手机都是5G， 怎么在这个发送界面都卡住了？
互动了。啊，X8S 发完了。啊，完了。啊，又一边转一边发，哦，发的也不是特别快吧？我们来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啊。左边的这台X8S 现在是联通的5G 网啊，这个X200 Pro Mini 还是5G A 啊。来，我们来直接3、2、1点。哦 ，vivo 好快 ，vivo 好快，好快，40多兆啊 ，OPPO 这边只有10几兆啊，这抢不过呀。而且它广告挺多的啊。哦，vivo 速度也下来了。！OPPO 赶紧发力。它发力也就10几兆了。OK，vivo 下完了。OPPO 这边速度，它默认浏览器好像最高也就10几兆了。我们测过最高应该也就20兆的样子。两台手机的屏幕色彩模式呢，我们都是使用的默认，并且开启了环境自适应啊。然后那么现在的亮度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啊。这个X200 Pro Mini 呢就会低一点稍微。现在我们使用电信卡打电话，联通卡上网刷一下抖音。好正啊，你的看的也很正啊。耶，X200 Pro Mini 出现那种加载了，我感觉这X200 Pro Mini 好像会卡顿的多一点啊。对，啊，刷快一点就差不多了，都是在那个位置会卡一下。但我觉得还是X200 Pro Mini 要差一点。还有好多就是刷过去它还是黑的。对啊，你看，感觉就是要多一点啊。刷到一样的吗？这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嘛？是的，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呀。反正长得都很像我。操，这长得就是一样吧？就一个人嘛。先点了关注再说。现在我们使用联通卡打电话，电信卡上网。左边的X8S 是5G 啊，右边的X200 Pro Mini 是5G A 啊，这真的不是同一个人吗？可能是。啊，都差不多，怎么感觉电信好像没有联通的信号好？差不多吧，这个电信就没有很大的区别了。我们刚刚打2把王者荣耀，测了一下信号，vivo还有89%的电。OPPO 也是89啊，现在是中午的11点04分，我们今天才用了52分钟的手机。接下来呢，我们两台手机用高德地图的步行导航去到中午吃甜品的地方。图中我还会使用美团啊，刷一下。你真的吃啊？我不吃，我好久不，我没吃过。你好久没吃过了。我们刚刚过了一个路口啊，我们现在实时位置是在马路的东侧，就是右边这里，导航定位是在左边。所以两台手机都错了啊！趁现在有太阳，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台手机的激发亮度，还有刷美团的这个有没有卡顿呢？这两个亮度感觉在这种光线下都有点看不太清啊。看到了吗？这个 vivo。有，这个 vivo 会有这种白色的啊。OPPO 就没啥问题啊。对，现在这个亮度 vivo 已经拉满了，但是 OPPO 这边没有拉满。我手动。拉满。拉满之后非常明显是这个 OPPO 更亮一点，但它激发不了，你要手动去把它拉高。刚刚我们在这个道路上直行了有400多米吧，两台手机的定位都是错的，然后规划路线其实是在对面的，两台手机都没有识别出来。现在我们准备过马路了，我们刚刚过了个圆盘，两台手机现在定位都是对的。导航现在是让我们往右边走，但是我们不小心又走错了，我们往左边看两台手机的反应怎么样，走吧。我们刚刚前进了能有50米，两台手机都抽风了4次，就是位置来回在变。现在他们俩几乎是同时规划了新的路线，都是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好接近啊，这个导航表现。感觉都有点差呀。走着，感觉我这个 vivo 手机有点烫啊。我们现在就把壳摘了吧。这个温度其实跟第一把打完王者那个温度差不多哎。对，你的温度跟它差不多啊。但其实我们这一段路走过来是没有看到什么太阳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壳摘了吧，不然这个有点影响散热了。我们现在又过了一个拐弯啊，现在是 vivo 的定位更加准确。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但是 OPPO 还没有动啊，还在之前的路上。而且这两台手机它们现在亮度都挺低的，但是 vivo 是要亮一点的，因为刚出来一下太阳，你看这个X8S 就老是不拉满呢，它都一直激发不了，必须得我手动才行。我觉得X8有点暗了，之后我就一直手动拉这么着吧。从张张路口往前走了10多米之后，这个 OPPO 的实时位置一直是对的了。你上次不是说那个是Ultra吗？跟我的爱车合个影。不要这脸了，人车灯闪了，车灯闪了，还赔钱。刚刚插完那个小米速7 Ultra 之后呢，我的 OPPO 的实时位置现在错了。刚刚反复跳了一下，本来跳对了，现在又在马路对面了。怎么说啊？怪小米了。反正不是我的问题。vivo 在开拍前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啊，拍的时候跳到对面去了，之前真没出过问题。什么东西？跟我差不多呀。那没有，你差一点。你都跳了好几次了。我们后来又过了个马路啊，两台手机的定位都短暂对了一会儿，但是开拍的一瞬间，两台手机的定位同时跳到了对面，变错了，非常一致啊。咱们OV就是一家亲了。你们要亲一下吗？亲一家。由于我刚刚一直手动拉到最大亮度呀。
然后我们进到店里买了瓶水，我发现这个 OPPO 的上半部挺烫的，尤其是顶部和这两个边框这里。它现在亮度就没拉那么高了，因为在店里比较暗嘛。这个 vivo 明显没我的烫。那烫感觉就是它手机的问题啊，跟它颜色没关系啊。虽然它是黑色，但是我们是裸机使用，并且都是屏幕对着太阳的呀。而且这一段路上其实对，没什么太阳啊。对，很多时候是没有太阳的啊。上一集的表现呢是 vivo 表现好一点啊，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的。然后现在我们又过了个马路，两台手机现在位置都是一样的，都是错的。那我们去调了一下，明明拍之前还是对的呢。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两台手机的实时位置还都是错的，调理失败啊，继续往前走吧。还都是错的。哎，我的 OPPO 对了。哎，我也对了，它很像啊，就经过刚刚那个地方就都对了。这两台手机感觉硬件一模一样，很接近啊。我们总共导航了38分钟啊，整个导航过程中呢，两台手机的表现是高度一致的啊。在很多情况下，两台手机都是同时的变换位置啊，但是相对来说还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一点，因为 OPPO 会时常出现定位飘忽的情况，一下就到马路对面去了。但是这两台手机其实在我们测过的所有手机里面，在这段路程中表现就是一般的水平。现在 vivo 还有78%的电 ，OPPO 也是78呀，一模一样。现在是中午的11点44分，我们才用了1小时31分的手机。导航过程中我们还刷了15分钟的美团。现在我们赶紧去甜品站吧。他还在用餐呢，不能打扰他。我给你做饭呢。做好了吗？做好了，赶紧来吃。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厕所里面了，左边的是 OPPO， 右边是 vivo， 可以看到就是 OPPO 的这个环境测自适应是要稍微明显一点的，是比较偏黄一点的。现在联通卡全都是2个信号，都是4G 网，来打个电话吧，3、2、1，走。啊 ，OPPO 通了。哦 ，OPPO 通的比 vivo 稍快一点啊。现在我们发送一个微信的表情，来，3、2、1，点。耶，是左边的 OPPO 快一点啊，先发出去的。进到微博里了啊，同时刷新一下看看。走。啊，几乎是一样的吧，没有很大的区别。再来一遍。3、2、1，走。啊 ，vivo 是会稍快一点点啊。进到抖音了呀？怎么2个人都是兔耳朵啊？什么意思啊？哦，这猫耳朵。你怎么说啊？爱了爱了，好刷新。好像是 vivo 好吧？真的假的？这么厉害？哦，那个刷抖音确实是 vivo 好一点。现在我们已经把卡切换到了电信啊，现在打个电话，3、2、1，点。为什么感觉每次 OPPO 打电话会滞后一点？就是动画慢一点是吧？对，但是它打出去快。现在我们来微信发3个表情，3、2、1，点。好，这一次是 vivo 好一点啊 ，OPPO 会稍慢啊。微博同时刷新啊，走。哦 ，vivo 要厉害，这个 OPPO 卡住了呀。怎么不动了？怎么感觉 OPPO 这个电信在这里还比联通还差呢？哎，它这边其实也是没有出现图片的。对，vivo一般，图片加载不出来。我们再来一次吧，3、2、1，松。啊 ，vivo 还是挺快的。刷抖音喽，我滑，完了。一样，你别一样了。你看我比他好，我在滑，连图片都没有。头像，那它不也出来了吗？是 vivo 好点吧？我也有头像，你没有画面呢。那这个厕所不管是联通还是电信啊，都是 vivo 稍微好一点点。我们到地下车库来扫一下2维码，这个车库的付款码。微信1米，3、2、1，走。哎呦，哎比我快哦。怎么回事？哦，不对，重来，我点的是翻译。你傻子吧你？他不是傻，他就想抹黑 OPPO， 你知道吧？他妈虚心险恶，竟然抹黑我最爱的 OPPO。你们最爱的 iPhone 吗？我们再来一遍啊，来，3、2、1，走。哦 ，vivo 是会小快一点点啊。今天这个微信的远距离扫码的，我们就由他一个人拿着2台手机啊，大概是4、5米的样子，还是微信。来，3、2、1，走。这个初始画面感觉是右边的 vivo 的2维码会稍大一点。你看2台手机全都不放大了。啊？不太对吧？往前往前。好，右边的 vivo 先扫出来了。哦，稍微差一点吧，大概30-40厘米。现在我们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一下2维码，微信1米。还是由樱木一个人拿着2台手机啊。来，3、2、1，走。左边的是 OPPO。哦 ，vivo 还是快一点哦。现在我们离那个2维码大概有3米的样子啊。这一次就由韩宝拿了2台手机啊。左边的还是 OPPO。来，3、2、1，微信。
怎么 OPPO 突然黑了？对，那二维码怎么突然一下暗掉了？啥呀？不会切换镜头了吧？啊 ，vivo 扫出来了。好，vivo 在这个位置。不是，我这 OPPO 我完全看不见了哦。你已经看不见我看到了，在这里，在这里。好，那你往前吧。你已经看不到了是吧？我要亮光。啊，对吧？它一直码在中间的呀，但我看不清，完全看不清，就突然到某个临界点，它就画面突然就黑了。应该是切镜头的。现在我们来打微信视频通话，现在前置。等一下啊，就是这个现在屏幕亮度为什么这个 X8S 这么低呢？开转一下，开转一下。就是垃圾。那你呢？哦，也会现在也下去了。你也垃圾了。首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个取景范围啊 ，vivo 的非常的近啊。然后我觉得 vivo 的这个美颜会稍微明显一点啊，它显得人白一点。然后 OPPO 这边就相对来说真实一点。那我们看一下后置吧。后置的话也是 OPPO 取景范围要广一些哦 ，vivo 的这个取景范围就好窄哦。然后细节的话没有很大的区别了。我也可以。我们已经到北城了，路上呢我们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现在 vivo 还有69%的电。垃圾。OPPO现在是70的电，现在是中午的12点29分，我们今天用了2小时2分钟的手机，但是这太阳一阵一阵的。我们刷一下微博吧，刷一下吧。今天这个太阳一阵一阵的，现在又比较阴了啊，它等一下可能会出来。我们来刷一下微博，可以看到它们的起始亮度是右边的X200 Pro mini 拉的比较满了，我们再重新开关一下啊，没有什么变化。那我们把左边的 OPPO 也拉满了，我们开始刷吧。其实从上一次的X8 Ultra 可以感觉到这个 OPPO 的刷微博是感觉刷一下是更多的。就这个阻尼感觉是要小一点的。我虽然感觉 OPPO 这边刷的更多一点，但是为什么会感觉卡一点？你们不觉得吗？感觉就跟90赫兹一样。虽然现在没有太阳，但是气温是相当高的啊，现在有30度了。我感觉 vivo 这边降亮度了。对，现在明显是 OPPO 亮一点。没有阳光的直射，现在是阴的。再看一下它们的亮度啊 ，vivo 没有拉满了，现在我们再把它拉满。偷偷给它降亮度呢，vivo。我怎么感觉 vivo 又降下去了？现在刷了快2分钟。它已经第2次了，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亮度条还是拉满的，但是亮度已经没有之前高了，这都没有阳光直射呢，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是 OPPO 要亮很多啊。现在刷了大概3分半钟啊，2台手机感觉都降了一点亮度了。我再看一下，你看 OPPO 还是没有拉满的，我这个得拉满，这差距非常大了啊，大家一眼看得出来这个亮度的差距吧？那如果现在有阳光直射的话，那差距可能只会更大了。那这个 vivo 估计已经降的看不清了。对。好，我们已经刷了5分钟了，现在来看一下它们的亮度啊，都是拉满的，已经拉不上去了。很明显的就是 OPPO 从始至终都会比 vivo 高啊。vivo 在没有阳光直射，虽然天气有30度的情况下，它还是降了亮度啊，而且这个亮度是降的挺明显的。然后说一个事情啊，其实我们2台手机都是开启了蓝牙的，只是 vivo 这个 UI 不显示啊。有一些系统它就是不显示的嘛。刚刚刷完微博之后，我摸了一下2台手机啊，是 OPPO 的整个上半部会比 vivo 烫一点，就是上面这一圈的位置。我们今天也没有阳光的直射啊，所以应该也不存在那个黑色跟吸热这个问题啊。但 OPPO 毕竟屏幕亮一点嘛，所以它比 vivo 烫一点，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广招未招租啊！现在我们是手动液冷散热，液冷，感觉这个效果是肯定没有散热背夹的效果好的，所以对吧？可以植入一下。据上一期视频已经发出去3天了，还是没有厂家来找我们。名气太小了，没有办法了。我们现在2台手机准备拍视频呢。我们发现 vivo 可以开4K 120帧 ，OPPO 就不行了，都没有这个选项。那把手机交给大师，让他是拍4K 60的吧。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拍4K 60帧的视频啊，其他的都是默认的。然后我们把 HDR 关掉了，因为 OPPO 呢，它打开了 HDR 就是打开了杜比世界了。哎，太阳出来了一点，那赶紧拍，看一下有没有小炫之类的。但是这个太阳可能一下又没了。今天还是拍我们的优雅小宝啊，太阳已经没了。我现在慢慢向它走过去啊。我们2台手机都没有套壳呀。我先慢慢转圈，我觉得防抖是X200 Pro mini 好像好一点，但人拍出来我觉得是 OPPO 好看一点。刚刚已经录了40秒了，我觉得 vivo 这个取景框是有点问题了，它现在很卡呀，是4K 60帧我刚确定了，然后 OPPO 这边就很流畅，vivo 这边就很卡，而且它现在屏幕亮度很低。我现在离远一点向它跑过去啊。现在我跑着转圈，这个录像体验那就肯定是 vivo 的要差一些了。OPPO 又亮又流畅，
vivo 又卡又暗。现在太阳又出来了，我们赶紧拍一下有没有眩光啊！我还是把太阳置于它的1点钟方向吧。我再拍一段 ，vivo 还是非常的卡啊。来，我现在慢慢的向它走过去啊，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眩光。然后我再旋转一下。我们刚刚在这里拍了3分钟的4K 60帧视频啊，是这样的，两台手机现在都挺烫的，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液冷散会热啊，挺烫的吧？啊，这个中上部分很烫。你再摸一下。OPPO 烫一点。 OPPO 还烫一点啊。OPPO 这个，尤其是摄像头这个部分，你长时间握，我感觉我手要被烫伤了。又经过了一轮液冷散热啊，两台手机呢都降到了一个合适的温度了。那我们来拍一下我们的小宝用人像啊。OPPO 这边呢是1、2、3.5这3个倍率啊 ，vivo 这边呢我就拍23。50和85了啊，他们其他东西都是默认的。左边的是 OPPO 啊，可以看到它在取景框里面这个背景虚化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虚拟光圈其实 vivo 是 f2.8，OPPO 是 f3.5。理论上来说的话，应该是 vivo 的虚拟光圈要大一点啊，背景虚化应该要强一点的。但从这个画面上是很明显能够看到是 OPPO 的更明显啊。OPPO 的3.5倍其实对应的就是85，它们都是显示的等效焦距85毫米，但是为什么大小是有点区别的？而且这一张它正好都眨眼了。我从成片来看的话 ，OPPO 会显得要亮一点 ，vivo 呢会更自然一点吧，会接近真实一点，但是人就会相对来说丑一点啊。那我们再拍一下这个建筑啊，它们底下的这个焦段是有一点区别的啊。OPPO 是3.5倍 ，vivo 是3倍，它下一个焦段是7倍了。那我 vivo 呢就达到6倍，跟它对比啊，其他都是默认的，我们就不去多调了。vivo 我就用鲜明了。拍照的时候我们两台手机也是没有套壳的。从取景框上来看的话，可能是因为 OPPO 的屏幕比较亮啊，所以我觉得它的照片显得要好看一点啊。但是 vivo 大家也知道它的算法是很强的，我觉得他们拍出来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的嘞。从成片上来看的话 ，vivo 是涂抹比较多 ，OPPO 是加强了很多细节，看大家喜欢哪一个风格了啊。我们两台手机还是拍一下远处的长沙音乐厅啊。那两台手机在这里我们就最多拍到60倍了啊。这一组长沙音乐厅的呢，我 vivo 就用蔡司自然色彩了，不是有很多人都说鲜明太艳了嘛？取景框的体验是 OPPO 要好很多啊，它更清晰，然后更流畅啊。切到蔡司自然色彩之后呢 ，vivo 的颜色会显得寡淡一点啊，在这个取景框上看，但实际上是 OPPO 的会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真实情况的，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拍了一会儿照了，这个 vivo 有点发热了，我觉得它的取景框是更卡了 ，OPPO 的体验明显是要好一大截的，而且从取景框上看呢 ，OPPO 的清晰度是要高很多的。20倍的时候 ，OPPO 触发了超清长焦啊，这两台手机其实在20倍、30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照片还都是比较可用的。60倍的时候 ，OPPO 触发了超清 AI 望远啊，这一张上一次是有点翻车的，在 X8U 上，但是60倍的防抖是 vivo 好很多啊，我感觉 OPPO 已经有一点找不到那个位置了。小看了一下60倍那一张的成片啊，这个 OPPO 还是加细节加的贼多，还是出现那个勾边的情况啊。vivo 就好一点了。我们再拍一下这栋建筑啊，稍微有一点点逆光。vivo 还是用的蔡司自然色彩，直接到长焦吧，他们的2倍裁切我也不拍了。我真觉得 OPPO 的体验要好好多啊，它至少在拍照的时候，取景框给你还是调得很亮的，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对的呀。再来这里拍一下绿叶啊，就拍他们的1倍跟长焦那一颗了。vivo 还是蔡司自然色彩，这2张绿叶的成片很明显的是 OPPO 的这张要假一点啊，显得这样长焦，它太翠绿了 ，vivo 的会相对真实一些。大家最后在自己的显示设备上看这个成片是不是这个感觉的？按照惯例啊，有长焦微距我们就要比一下，但是 OPPO 好像是没有的。我们来拍一下这个矿泉水瓶啊 ，vivo 就用3倍的这一颗了 ，OPPO 呢也用3.5倍的这一颗。长焦微距的这个微距特写这个按钮给它关掉了，这个是算法算出来的，它其实是裁切的，我们就把它关掉，用它的物理的啊。OPPO 大概是到这个位置就对不到焦了啊 ，vivo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可以看到的是 vivo 的还是要近很多的。我们刚刚在这里拍了3分钟4K 60帧视频，还拍了25张照片，vivo 还有58%的电 ，OPPO 还有59%的电。现在是下午的1点12分，我们今天用了2小时36分的手机。你多少电？58。你不还是比我少吗？那我电池效率99%啊，你装什么？我比你亮那么多呢。行吧，那么接下来我们2台手机就用高德地图的车载导航去河西，途中会进入南葫芦隧道，我们重点专注2台手机在隧道里面的导航表现怎么样？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上车了，左边还是 OPPO， 现在他们俩都有3D 车道级导航，而且路线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走的是最左边的车道，2台手机，右边的 vivo 识别到了。左边的 OPPO 也过来了，我们现在走在辅道这里啊。
两台手机都在主路上面，都没有识别到。左边的 OPPO 亮度好像稍微高一点。我们在湘江中路上行驶了5-6公里，两台手机除了主辅路切换，表现都还不错。现在我们在左转，我们已经左转出来了，两台手机表现都挺不错的。好的，现在我们在左侧的车道上，两台手机都识别到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隧道里了。现在右边的 vivo 亮度降得比较低啊，两台手机的进度稍微有点差距，右边的 vivo 有点太暗了。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弧线上面行驶，目前来看 OPPO 的进度是准确一些的，感觉 vivo 进度慢的有点多。我们现在准备要进入到左侧的岔路口了，明显 OPPO 准一点。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岔路口里了。vivo 滞后太多了吧？好的，我们进入到岔路口了，还不动，卡住了。我们马上都要驶出隧道了。vivo 在干嘛呢？从隧道里出来了，马上要汇入到主路了。vivo 还不动，好家伙，直接快进到这里了。vivo 这个隧道里的表现有点差呀。从隧道出来之后，两台手机表现又都还可以了。我们现在马上到目的地了。我们倒了22分钟，现在终于到达目的地了。你倒了22分钟。整个导航过程中呢，在前面平坦的大路上，是 vivo 的表现啊，它的车道识别要比 OPPO 精准一点，但是到了隧道啊，是明显是 OPPO 更好啊。这 vivo 的识别不出来，过了那个岔路口，一直到快要出去的时候，才突然闪现了一下。哎呀，这个表现有点差劲了，说实话。vivo 还有54%的电，OPPO 还有55%的电。现在是下午的1点58分，我们今天刚刚好使用了3小时的手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吃饭的地方打金铲铲了。我们今天呢也快过半了，我们就换机吧，把你的机给我用一下。不想用吃饭是吧？这个好重啊，它好大。它好大是什么？能才来啊？为什么不能才来啊？我不是跟你说了2点吗？确实是2点之前啊。对啊，就差1分钟了。对啊，真精准。我刚在外面总结了一下呀。两台手机正正好好用了3小时啊，他们俩电池一模一样。猜一下电量呗。X8S 剩51%，叉8 Pro mini 49。你觉得叉8 Pro mini 差一点？但是我们这一台是99%的电池效率。那我觉得它只有47%了，那再给它减一点吧。 vivo 是，OPPO 54，刚好就差1%，其实差的也不是很多。你最喜欢的 OPPO 早上王者5v5均衡模式10分钟锁90，你怎么说？这个均衡模式确实比较保守吧？你觉得他们谁发热大一点？它都90帧了，按理说应该就是差200会热一点吧？应该是X8S 会稍微热一点。对，尤其它这个中上部，就摄像头这一块会更严重。它可能就散热没做好，所以又锁帧了。那你觉得谁屏幕亮度高一点呢？ Pro mini 亮一点吧？不会全错吧？全错。日常用其实是 Pro mini 会亮一点，但是 X8S 的上限高一点，亮的时候反而是 X8S 亮的会起来，它的上限高，但只是它的激发阈值可能没有 Pro mini 激进吧。我们已经开铲上了，两台手机都是120帧加超清加至臻呐。这比小米15又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幸好今天没带小米玩啊，可以早点下班。你今天为什么要逃课啊？好尴尬的问题，他没点名我就早推了不？能发吗？这段不是有周南的老师在看我们的视频吗？老师已经心知肚明了。所以你去干嘛呢？换了个机，我之前那台机子它那个马达有问题啊，而且售后也扔了，针感是很肉。他拿他的展示机自己也对比了，所以我之前说那个X8U它的正感没有1+13好，并不是真的没有它好啊，只是我那台有问题啊。然后我换了机以后，这台和1+13的表现差不太多了。就是我们上一期视频测的。对，难怪为什么说觉得它差一点，确实差一点。反正X8U这个机器我们接下来还会测的了，可是很烦。我昨天问 vivo， 他要29号才能买 Ultra。这么晚啊？对，而且他还跟我说长沙只有200台，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我觉得太少了吧，200台太少了，感觉不是很想卖一样，我不懂了。我们打了一会儿，感觉这个120帧加至臻负载有点太大了，戴着壳都有点烫。我们现在把壳摘了玩吧。又是你要他不戴的啊？他自己想不带的。我现在手上这台是 vivo 呀，现在打到了4:5，它明显就不是120帧了。对，因为X8S 还是120，明显会比X200 Pro mini 要流畅一些。而且现在两台手机还都挺烫的，我们去打开电竞模式吧，看看这个 vivo 能不能恢复到120帧。好了，现在是120了。摸一下来，先摸X8S 吧。很烫啊，这个边框已经有点，就不是有点吧，已经相当不住了。对，就是边框的上半部分比X8S 要凉快点，但是它的左右会更热一点。
感觉又只有60了。对，它这个走起路来比这个 X8S 卡多了。哎，现在打到了5杠6 ，vivo 又锁了。知不知道什么叫天玑9400 Plus？你刚为什么要做那个表情啊？他一张3星啊，死活递不到啊。他把那个3星给你了。 X8S 要烫1个度啊，我觉得。我是120帧，他60帧啊。对，它后面锁60了，应该是温度会降下去了。X8S 明显要烫很多，但它一直是120帧。我们这把金山山打了37分钟，这个 vivo 表现不太行啊，开性能模式还锁60帧。现在回到桌面是60。哦，对，它桌面是桌面好卡。但它开了性能模式之后，游戏里面是没有锁的啊。好，因为它实在太烫了，我说它这怎么握我都握不住。 vivo 的桌面不是60，现在 vivo 还剩37的电。 OPPO 也是37的电，现在是下午的2点39分，我们今天使用了3小时41分钟的手机了。那么菜也上齐了，我们把手机交给大师来拍点照片吧。 vivo 呢，我就把它换回到了鲜明啊。vivo 是触发了美食模式的啊。OPPO 虽然没有触发美食模式，但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因为他们长焦和对焦距离有区别，所以我就用2倍了啊。我感觉 X8S 的影调跟之前的 OPPO 比较像，不像 X8 Ultra 一样跟小米有点像啊。 跟之前的小米两台在取景框上虽然风格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都挺好看的。他们应该都是检测到了实物，所以都会有一定的优化。我们还是用它的长焦多拍一张啊，就让他们能够对的最近距离。大家看看成片，看更喜欢谁拍的吧。我们吃饭期间呢，就看 B 站的直播，他们都是原画画质，这个画质增强，默认都是开的，那我们就不转了。现在亮度是差不多的，想问一下你爱人呢？什么爱人？我儿子吃饭去了。吃饭期间看了30分钟 B 站直播，现在 vivo 刚刚好剩30的电。 OPPO 还有29%。现在下午的3点20，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4小时15分钟的手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去书艺喝点吧。你在干什么？我在帮你们挡二维码呀。好。现在我们支付宝扫一下这个公园单车二维码，左边是 OPPO， 右边是 vivo，3、2、1送。哦 ，vivo 好像是快一点，但是有广告啊。书艺的店门口扫一个二维码，来，3、2、1走。还是支付宝，左边还是 OPPO。 vivo 先出来的啊。耶，你还很自觉啊。微在让啊！我们已经在这个信号非常抽象的书艺烧仙草啊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现在2台手机全都是联通的4G 网络，左边这一台是 OPPO 啊。还是 OPPO 的导出会显得稍快一点。2台手机都拍完一段时间了，你看 OPPO 是快一点的，先发了。哎 ，OPPO 先有进度了 ，vivo 切到5G 了。这边还是得4G 快啊。vivo 这个5G 很明显的就是假的5G 了。好的 ，OPPO 已经发完了。vivo 大概发了1半多点吧。我们接下来准备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文件啊，来，现在2个手机都还是4G 网，3、2、1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速度哦。现在是 OPPO 要快一点啊。上午在信号很好的地方 vivo 基本上 OPPO 给秒了。但是 OPPO 还是有很多的广告，这个下面 vivo 就只有2个 ，vivo 速度上来一点了，1点几兆了。完了 ，OPPO 速度下来了，被抢走了。抢到了一下，现在又下去一点了。2台手机的速度是差不多的，也都没有很快吧。他们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现在是 OPPO 会稍微下得多一点啊。好，宣布 vivo 是第2名。单方面宣布。你开了？我开了。等一下。等什么？等什么 ？vivo 就第2名算了吧，不争了。vivo 现在是跳到5G 了，但是速度并没有变快啊。在我们快要下完的时候 ，OPPO 突然开始飙了啊 ！OPPO 飙了2.8兆、3兆，5G 真 5G 哇，真5G 打啊！下完了 ，vivo 下了208兆啊，爆杀了最后。今天店里是开了空调的，然后我们体感还是比较凉快的，大概24、5度吧。这2台手机都要王者荣耀10v10啊，还是均衡模式，游戏画质还是120帧加超高的加大屏 HDR 的画面质量。但是 OPPO 早上不505都已经锁了吗？OPPO 在那儿。啊？这在室内感觉温度不一定起得来啊，先试一下吧。X8U这个拍照键你平时用吗？不说我都忘了，我只有看到手机壳有个挖孔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原来有个这个东西。为什么不用呢？这么高科技的东西。他不让我用啊。你的手就这么短吗？你就不能长一点吗？我的手还短吗？姚明来才能用，应大师的要求来压力一下很短。因为太平静了，不知道怎么压力，他就是躲在射手后面，怎么压力啊？你在看什么？我在看狗。那边是狗啊，那边是狗啊，那边真有狗。我旁边也真有狗。我旁边也有狗。旁边也有。我旁边好大一只。旁边那只好重。高手怎么今天玩辅助了？高手。他的号呀，他的号怎么就要玩辅助呢？我3杠0啊。那你呢？我不会玩这个英雄。这把游戏打了9分半 ，OPPO 直接锁90帧了，看着他从120掉90了。OK。
vivo 没有任何问题，现在还是120。这 OPPO 很奇怪啊，走极端是吧？王者守90，金灿灿120硬刚。这把是打了12分钟 ，vivo 又锁到90了。我刚刚掉的，刚刚94，现在87了，哎，又94了，基本锁在90了。那我们接下来都把游戏模式打开吧，看会不会恢复。但是现在室内其实很凉快，我觉得比上一次15 Ultra 那一期要凉快一些。我们现在都打开了游戏模式啊，2台手机都回到了120了。第一把王者打完了，2台手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锁帧啊。OPPO 要更早一点，早个3分钟吧。但是打开电竞模式之后就都没事了。第二把呢，我们就继续开电竞模式，但是我们会把游戏相关的设置给打开，再增加一些负载。OPPO 是开启这个超级 HDR 画质和高分辨率。vivo 开启了4D 游戏阵展、游戏超分以及的鹰眼显示。我们已经等了这台 OPPO 1分多钟了，但它信号还是不是很好。现在短暂恢复正常，但是你看是80多的延迟，打开，哦哟，变黄黄了。这个游戏模式开之后，感觉信号是变差的，上一把是没有问题的。vivo 延迟还是40-50左右。刚刚 vivo 提示游戏超分已失效了。开啊，你看。可以开吗？不能开了。这把游戏打了12分半 ，vivo 这帧率不是很稳定啊，一直在跳，最低可以到70多，现在是90左右了。我复活一下川战，我还有10秒，看能不能撑到。OPPO 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网络延迟有点高，但帧率没问题。这个性能模式不是很性能啊。你看 vivo 这个性能挺跳的啊，它现在又到110啊90，就是感觉那种要锁不锁吧。在锁帧的边缘。啊不对，78，锁了69，已经看不到90以上了，现在是73、76。96，哎，它又回到90以上了啊，80，那就回了一下，最终就打了13分钟啊，13分多点。我看 OPPO 开了新的模式，并开启游戏相关支持之后啊，它这个网络是变差了的。它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460，然后中途呢虽然显示绿色，但也是经常80、90，而且后面还出现了很多次变黄的情况，它的延迟是比较高的。刚刚2台手机都是带壳打的，我现在摘了一下，这个 vivo 也是挺烫的。来摸一下来，但是感觉没有金闪闪烫。vivo 是有一点烫手的，高速温度的，比金闪闪肯定是要凉快一些的。OPPO 是会热一些的，边框明显要热1个度。哦，它是有点握不住的那种感觉了，边框。我们在这里测了轮信号，打了2把王者，现在vivo只剩10%了。OPPO 还有11%，现在是下午的4点15，我们今天已经使用了5小时3分钟的手机了。我们给这2台手机散下热吧先。下雨了，一出来下雨了，很大暴雨啊！这个天，我们要去坐地铁啊！你怎么也跑了？你怎么也跑了？跑这么快干什么？腿长走得快，没有跑。你还没有跑？我刚都拍到了，你哪里没跑？我是快走。参加奥运会吧你？你跑这么快干嘛呢？我没跑啊，我在走啊，我腿也长。我刚刚也拍到了。我腿也很长。你跑就算了吧。为什么我就算了？我就要跑。现在下午的4点35啊，我们已经到地铁站了，我们开始刷信息流，先从抖音开始，这个是樱木的账号啊。你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啊？哦，真好看，真好。哎呦。哎，这个是什么？不感兴趣。刚刚刷了10分钟抖音，现在换小红书刷一刷。我感觉我觉得不到下地铁就会没电了，现在只有4%了。OPPO还有8%。我们现在刷了快10分钟的小红书了，现在 vivo 只有1%的电了。我们今天还少看了20分钟的 B 站视频啊，但是我们都拍了1分钟的4K 6帧视频。电量还是有点不太够呗，感觉。可能是120的金灿灿耗得太快了。这个最后掉的有点太快了呀。OPPO 还有6%呢。1%，肯定可以坚持很久的。10分钟小红书也刷完了，现在换淘宝吧。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就很正常啊，这号都是我在用的。哇，电量即将耗尽，你不是可以撑很久吗？5小时23分钟算24分钟啊，这个还没刷完呢。这个淘宝虽然它电池只有99%的效率吧，但是跟这边差的有6%啊。最后10%确实有点太崩了。微电精灵没什么用的啊，只能打4分钟通话没了，那就充电吧，你继续刷吧。我们从地铁站出来了，2台手机呢信号没什么问题。现在呢是下午的5点05，OPPO 还有5%的电，它已经使用了5小时28分钟了。刚刚地铁站我们一共是刷了25分钟信息流啊，然后这个 vivo 呢正在充电。接下来呢我们就使用160度步行轨迹穿一下南门口的巷子，走吧。朋友们啊，刚准备走啊，这个雨非常大，有点走不了了，感觉。兄弟们，天有不测风云啊！反正呢，这个X200 Pro Mini 已经没电了，我们这个 OPPO 已经赢了，好吧？而且X200 Pro Mini 呢，之前已经测过好几次了，这已经是第3次了。这个 OPPO 呢，我们下一期还会拿它跟那个1加13T，甚至还有小米15进行一期对比视频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不测这个步行轨迹之路了，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那么本期视频到我得要总结。那我们现在就赶紧找个地方去总结吧。我们现在在这里躲雨啊，正好就在华为店里进行一下2台手机的总结吧。口感要这么重吗？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你先说吧。
你挺屌啊！你什么时候学的？刚刚搜的。今年 vivo X9 Pro Mini 的总体续航时间是5小时24分钟，而当时 OPPO 还有6%的电。我们今天负载压力有点大呀，因为机产产拆的是120帧加至帧，按照平常60帧来换算的话，它至少能达到6个小时。不一定能6个小时吧？我感觉它应该6个小时，因为之前2次测表现都还可以，而且今天天气也比较热，主要温度很高是吧？它这个发热也比较严重。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电池是99的健康度，不过我这个比多了6%，所以还是 OPPO 会更胜一筹啊，这个续航。表现的话，我觉得 vivo X9 Pro Mini 好的地方就是在它安装下扫码会比 OPPO 领先一大截，以及它的高德地图步行导航的稳定度也会比 OPPO 好一些。像我在信号特别好的那个地方啊，vivo 的下载速度非常的快啊，直接把这个 OPPO 给爆杀了。但像我在那个信号比较差的收效烟草，它就不如 OPPO 原好了。所以就是 vivo 的这个网络上限比较高，但是 OPPO 呢网络比较稳定吧。这次 vivo 有一点特别差的地方，就是高德地图的车载导航在南湖路隧道里的时候，它就莫名其妙的卡了一大段时间，就我们走出岔路口的时候，它才赶紧就跳出来了。性能释放方面呢，我觉得还是 OPPO 好一点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上午它这个王者荣耀均衡模式是给我们锁了帧的，下午也锁了。但是它开启性能模式之后，它的性能释放就能激进了。而且可能也跟游戏优化有关吧，它的金铲单明明负载更高，但是它均衡模式完全没有掉帧，而反观 vivo 却直接锁了60。哎呀，真不懂啊！金铲铲拆性能锁60，10V10拆性能锁90，它这个性能真的有点不太够看了，感觉是发热太大了。还是我这个天玑9400加的这个上限更高吧。至于两台手机的亮度呢 ，OPPO 在很极限的情况下是比 vivo 亮一点的。比如说在我们刷微博的时候，它能手动拉到最亮，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比 vivo 长一点。但是默认亮的方面呢，还是 vivo 更加激进点啊。它的这个自动亮度就是灵敏度更高一点，它往往显得更亮。而 OPPO 的这个阈值要高一点啊，它的极限亮度是更好的。至于他们拍照呢，我们就交给大师来进行简单的总结。拍照的话，除了长焦微距这个X2 Pro Mini 要稍微好一点之外，这两台呢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别吧。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成片，他们两家的风格在这两台机器上我是都不喜欢的。vivo 在长焦的时候呢，涂抹痕迹是比较明显的，然后 OPPO 呢就更倾向于去加细节啊。然后他们的色彩的话，我觉得 OPPO 在大多数时候它色彩都还 OK 了。vivo 呢，它那个菜色自然色彩其实会比我们现实中看到的要寡淡很多的，我觉得那个也并不真实啊。然后鲜明呢，就还是像之前一样比较的艳丽吧，但是毕竟叫鲜明，你也没什么好说的，就看大家喜不喜欢了。我还要说一嘴的是 vivo 微信视频通话这前置和后置的视角都有点太窄了，好不爽这个。这两台手机的发热的话，由于 OPPO 它的性能调度更积极，屏幕更亮，所以它的上半部这一块大多数时间都会比 vivo 烫一点的。但是它烫，但是它也没有限制你的性能啊，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不错的。还有它亮啊，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另外，这台 OPPO X8s 我们后续也会进行更多的测试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大家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拜拜。拜拜，下期视频再见。我们怎么回去啊？再等一等吧，雨还是好大呀。太大了。